俾斯麦级战列舰是当时德国最强，也是技术最先进的战列舰。俾斯麦级战列舰一共有2艘，一艘是大名鼎鼎的俾斯麦号，另一艘名气虽然有差距，但是其战略作用却不小，它就是提尔皮茨号。它曾经未出动就消灭了一支庞大的运输舰队，在2战时期对盟军的北极航线造成了巨大威慑，有着北方的孤独女王的称号。因为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的存在，牵制了大批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包括战列舰、重巡洋舰，甚至航空母舰，以至于不敢放手在其他作战方向用兵，都死死地盯着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的动向，消耗了大量的海空兵力。而英国皇家空军曾先后出动了600架次各类战机，对它进行了13次大规模的空袭。前12次提尔皮茨号战列舰都能逢凶化吉，躲过了英军的狂轰滥炸。尽管也曾受过重伤，但还是没有沉没。这些行动耗费了英国军队巨量的燃油和炸弹。下面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它的数据和来历。提尔皮茨号是俾斯麦级战列舰的第2艘，是为了纪念德意志帝国公海舰队的创建者提尔皮茨而命名的。因为提尔皮茨服役之后一直处于一种限制行动的状态下，挪威人给他冠以北方的孤独女王的称号，也有一些朋友喜欢叫它北宅。提尔皮茨号由德国威廉海军造船厂建造，在1939年4月1日下水。舰船主炮和俾斯麦号一样，同样采用了4座双联装380毫米主炮，但此舰有一个缺陷，就是它的防空火力不足。这主要是因为德国人在高频两用炮上的研制进展缓慢，而当时英美等国已经普遍采用高频两用舰炮。这种舰炮的好处是可以节省空间，因为高频两用舰炮既能当副炮使用，也能用来防空。而在装甲方面，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的装甲沿用了1战时期舰体全面防护的设计，拥有同期战列舰中的最大防护范围，同时装甲的总重量也达到了同期战舰中的最大比重，占标准排水量的41.85%。但这种设计有个缺陷，就是需要重点防护的部位，其防护强度不如英美军舰，但次要部位的防护又显得有些过剩。不过好在提尔皮茨号参战次数不多，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明显。幸运的是，作为俾斯麦号的姊妹舰，提尔皮茨号没有和它一起参加莱茵演习行动，也避免了被英国海军围堵。在俾斯麦号沉没后，希特勒就严令海军不能冒险进入大西洋。1942年初，苏德战事焦灼，英美援助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北极航线运往苏联。为了截断这一重要的战略补给线，提尔皮茨号作为当时德国战斗力最强的战舰，被派往挪威。在1942年中，提尔皮茨号针对盟军北方航线的商船队做了一系列部署，先后击沉了不少运输舰。最有效的一次是针对 PQ-17 船队的部署，船队有39艘运输船，载着不少飞机、坦克等军事装备，以及大量的粮食、汽油等战略物资赶往苏联。盟军也知道这次路途险恶，就在船队后方安排了一支打击舰队跟随。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运输舰队，另一方面，盟军也希望能将提尔皮茨号引诱出来，一举歼灭。这支打击舰队阵容庞大，以约克公爵号战列舰、美国华盛顿号战列舰和英国航母胜利号为核心，再由3艘巡洋舰和一小队驱逐舰掩护。不管是在近程或者中程，都有消灭提尔皮茨号的战力。但当时北极航线环境恶劣，海上的溜冰也限制了打击舰队的速度，导致无法赶上运输舰队。在得知提尔皮茨号要出动后，经过分析，英国海军部在数小时内向 PQ-17 以及护航舰队发出了历史上著名的3道命令：巡洋舰应以最大速度向西方撤退，鉴于敌方水面舰艇威胁，运输船队当分散向俄国港口进发，运输船应分散。这3道命令直接导致了致命的 PQ-17 悲剧。这些失去保护的运输舰被德国潜艇和战机各个击破，他们遭到海运史上最恐怖的一次大屠杀。
24艘商船永远地埋在了北极海底的泥沙中，只有13艘商船到达了目的地。而提尔皮斯号却没有参加这次袭击，他意识到自己被发现后，直接经由罗弗敦群岛返回阿尔塔峡湾。此次行动过后，提尔皮斯号就没有太多活动了。随后，在1943年6到7月间，他和沙恩霍斯特号带着一些驱逐舰，将皮斯尔根岛的气象站摧毁。这次行动是提尔皮斯号一生中唯一一次进攻性射击。9月8日，提尔皮斯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开始炮击岛上的英军气象站，之后驱逐舰靠岸放下登陆部队，摧毁了岛上的补给站和无线电天线，然后撒腿就跑。当英舰赶来时，他们早就跑回家了。再后面，提尔皮斯号就成了我们熟知的北宅。在1943年9月12日，英军决定用微型潜艇对提尔皮斯号进行刺杀。3艘英军袖珍潜艇号分别由3艘潜艇拖走。在预定海域，3艘袖珍潜艇驶向目标区，而潜艇则留在原处，准备随时接应。同年9月22日，袖珍潜艇到达目标地点，并对提尔皮斯号释放了2枚8吨重的炸弹。这2枚炸弹直接使提尔皮斯号被震得跃出水面，轮机舱和发电机舱进水，龙骨变形，全舰电力系统瘫痪，失去战斗力。后来德军本来打算将提尔皮斯号拉回德国修理，但是讨论认为这样太过危险，所以就地修理。整个冬季，德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了1944年3月15日，提尔皮斯号终于被成功修复。但在提尔皮斯号养伤的200多天里，二战战争形势大变。1943年12月25日，沙恩霍斯特号被击沉，吕佐夫号、舍尔海军上将号、希佩尔号因局势返回德国。当提尔皮斯号修复完毕后，在这片区域，他已经成了孤家寡人。而提尔皮斯号北方孤独的女王的称号也是这个时候有的。盟军方面当然也得知了这些消息。在之后，英国针对他发动了数次袭击，他也多次转移与维修，直到1944年11月12日，英国皇家空军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携带高脚杯炸弹对提尔皮斯号进行打击，最终使提尔皮斯号倒扣在水中，至此提尔皮斯号宣告覆灭。直到战后，挪威一家钢铁公司以12万马克的价格买下它，并将其拆成钢板出售。尽管它直到沉没也没有击沉过一艘敌军船只，但是它的存在对于盟军的运输线始终是一个威胁，也算是出色的完成了牵制英国以及威慑北极航线的任务。那么对于俾斯麦级战列舰的2艘舰船的结局，大家觉得哪一个更好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讨论。好了，今天军事武器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1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